是什么人？你要干嘛？某某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请务必保管好这枚玉佩，不会让他介意。可算逮上你了，今天你必须给嬛嬛顶罪。沈嬛超人作品，为什么让我顶罪？谁说让你去坐牢了？我们已经对外宣传你是因为精神病，你去乡下待几年就行了。沈清言，你如果不配合的话，我就让人把你们逮上。别跟你们废话了，走，快走，让拉走，走。少夫人，属下来接你回家。你为什么叫我少夫人？您手里拿的是墨家的祖传玉佩，昨晚你舍身救了莫言，他送给您的。莫言就是那个10几岁就成了全球首富，至今无人能够超越的商业奇才莫言，就是那个大学还没毕业就继承了家业的墨家家主莫言。是。沈清言，我居然睡了全球首富，可现在玉佩在我手里。没错，是我救了莫言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沈欢。莫言，找到少夫人了，她叫沈欢。立刻把她接回来，尽量满足她所有需求。是。沈清言，你生了4个死胎，我来帮你处理了吧。不可能，沈嬛，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把这4个小野种给我扔到赤心山。沈嬛，你把孩子还给我！如果孩子有什么事情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5年了，如果我的孩子还在，也跟这几个孩子一样大了。你们干什么呢？什么人啊？沈欢小姐说你刚出狱，无处可去，看你可怜，让我们带你去个好地方，带走。大哥3妹4弟，我找到爹地和妈咪了。爹地居然是北城首富莫世军。什么？花儿们，你们的妈咪有难，现在需要你们自己去救，师傅不能帮你们了。二弟、3妹、4弟，你们下山需要不少时间，我先去救妈咪，再回来接你们。谢三王部队和莫世军教主，否则我让你们混所马上倒闭。哪来的小异狗，找死！住手！爹地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我要去救妈咪了！你叫我什么？爹地，我是你亲生儿子，我叫沈东东，我妈咪叫沈清言。沈清言，好耳熟的名字。老大，这孩子确实跟你长得很像，该不会真是你儿子吧？爹地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妈咪有危险，你快去救她！沈欢，真的是你！你害我坐牢5年还不够，你把我带来这儿，对我赶尽杀绝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就是要把你一辈子踩在泥潭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你坏事做尽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下个月我就要嫁给墨家家主莫野了，以后我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墨家女主人，而你只能一辈子在这里供男人们玩乐的。这里是50万，我要你把沈清言玩烂，事后再给你50万。没问题。沈欢只给你100万，不值得你这么做。如果你放了我，我可以给你200万。你坐完牢刚放出来，你哪来的钱呀？你当我傻呀？来吧，美人！放开我！莫言，带走。他
他身上居然有茉莉花香。这个男人好眼熟，刚刚谢谢你。石君居然救了沈清言，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肯定会认出对方。我得尽快解决掉沈清言。你对我调查的挺仔细的吧？还知道我喜欢茉莉花香。什么？这些年利用茉莉花香接近我的女人数不胜数，你比他们聪明，还知道利用孩子来接近我。你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，还有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那你为什么让你儿子来找我救你？还有刚才那男的，也是你找来演戏的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孩子5年前就死了。沈清言，立刻滚回沈家，否则我就把你妈骨灰砸了！你不许碰我妈骨灰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坐了5年牢出来，还有脸回沈家？你敢打我，沈清言，我可是你妈！张艳茹，我妈早就不在了，你个小三凭什么当我妈？还有，我是来闹我妈骨灰的，不是和你们吵架的。沈清言，你还是人吗？听说沈清言当年是跟野男人生的孩子，怕丢脸，把小野种掐死了。这么狠毒的女人，怎么不去死啊？当年的事情你们根本就不知道，凭什么在这乱说？她这个不孝女，给我关了地下室，不要出来害人！沈怀民，你们这是非法囚禁！踢我妈咪，想问我沈东总同不同意？妈咪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他叫我妈咪。好啊，沈清言，你居然带个小野种过来闹事！沈清言，你和这个小野种马上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把你妈的骨灰盒你砸！不要！我跪。慢着！是你，石君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我把爹地叫来的，爹地你都看到了吧？沈欢就是个坏女人，6年前骂成我妈咪就算了，现在还踢我妈咪。6年前，沈欢，你真的是我6年前要找的人吗？石君，那晚和你在一起的人就是我呀，这就是个来历不明的小野种，他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的。坏女人，你忘了当年扔了我和你的4胞胎吗？小野，我就是大宝沈东东。你真的是我的孩子吗？我的大宝？是的，妈咪，我和弟弟妹妹被赤心阁的掌门捡到带大，师傅还教了我一身武功呢。真是太好了，我的孩子都还活着。我去，要是沈欢真的把沈清言的孩子扔了，那也太歹毒了吧！沈欢居然是这样的人，真让人恶心。沈欢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石君，一定是沈清言在陷害我，他坐过牢，什么事干不出来。这个小野种一定就是他找来演戏的，你可一定不要被他骗了。是吗？可这个孩子的血型跟我一样，都是罕见的 RH 阴性血，你自己好好看看。还有什么想解释的？坏女人，没想到吧？我和爹地来沈家之前去医院验了血。你别说啊，沈清言的儿子长得确实跟莫言很像呢。要真是莫言的儿子，那到时候嫁入豪门的可就是沈清言了。那沈欢的豪门梦就破碎了。不过他也是活该，谁让他心术不正，冒充沈清言呢？石君，这报告单可能是假的，万一是沈清言和他的孩子拿假的报告单来骗你呢？这份报告是我亲自守着做出来的。血型真的一样，难道东东真的是这个男人的儿子？莫言，沈清言的孩子绝对不可能是你的，他肯定找了个小野种来冒充莫家的血统。没错，她就想嫁给莫家，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你可别被她骗了。沈清言和沈欢谁才是当年的女人？验证一下就知道了。石君，你要怎么验证？当年和我在一起的女人背上有个花形胎记，你们俩谁背上有胎记，谁就是我要找的人。难道那一夜的男人真的是他？真的是你？你就是几年前的男人？哈，弟弟，我就说你是我爹地吧。原来沈清言才是豪门准太太呀，
那沈花不就是个冒牌货喽？沈花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为了嫁给莫爷不择手段，这种贱人就应该千刀万剐。我也有花心胎记。两个人都有胎记，那谁真谁假呀？那还用想？肯定沈欢是真的，搞不好沈清言是从哪儿看到沈欢的胎记，弄得一模一样。时君，你就为了刚认识几天的小野种，说了几句胡话，你就怀疑我？还好当年为了以防万一，弄了一个跟沈清言一模一样的胎记。沈欢，我记得你身上根本就没有胎记，你那个胎记是特意纹的吧？沈清言，那我还怀疑你是为了冒充我才纹的呢。你少贼喊捉贼了！一个胎记算不了什么。我做了一份我和爹地的亲子鉴定，我师傅马上送过来。亲子鉴定来了。这个人的声音怎么那么耳熟？莫爷，请看。时君，这下你信了吧？这个小野种根本就不是你的孩子，他和沈清言一样，就是个骗子。这怎么可能？爸妈，沈清言的孩子可能还活着，而且他们好像还知道时君就是他们的爸爸。什么？绝不能让莫爷和这几个小贱种相认，咱们得想办法阻止。他们一定会做亲子鉴定，立刻买通本市的基因检测机构，让莫爷跟孩子不能相认。沈清言，沈东东不是我儿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没说东东一定是你的孩子。这份亲子鉴定是假的，一定被人做了手脚。我要求重新做一份。刘爷了，我知道沈东东是谁的孩子。李向云。沈东东其实是我跟妍妍的孩子。你确定你是沈东东的父亲？你和沈清言什么关系？我和妍妍曾经是男女朋友，我非常确定沈东东就是我的儿子。亲子鉴定作假，可能很难让时君相信。万一他继续调查怎么办？沈清言和李向云谈过恋爱，如果莫爷非要追查这几个孩子，那就给李向云一笔钱，让他充当孩子的父亲。没错，李向云就是个见钱眼开的小人，只要钱到位了，他什么都能做。还好我提前给李向云发了消息，让他过来。沈清言，你怎么这么下贱，连自己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都不知道，还想来坑骗时君？李向云，我从未跟你发生过关系，东东不可能是你的孩子。妍妍，我们没有过一次，你怎么不承认呢？难道你想让他们以为你的孩子是野种吗？你胡说八道！你不撒谎就要照照！你这么蠢的人，怎么可能生出我这么帅气、这么可爱、这么有魅力的孩子？对，当天晚上那个男人明明比你高，也比你帅，根本就不可能是你。我和妍妍的第一次是在赤青山，那晚我被下了药，不得已强迫了她，孩子就是在那晚怀上的。沈东东真的不是我的孩子。既然沈清言已经给你生了孩子，那你就要对他负责到底。居然让他和他的孩子来欺骗时君，你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啊，今天的事儿确实是因为我对他娘俩疏于管教，我现在就把他们带回去，好好教训一下。走，好好跟你们说，你非得反驳，存心逼我动手是吧？跟我走。李向云，我警告你，你动我可以，动我孩子，我跟你拼命！就敢打我，看你是活腻了。你还真是个逆死，我看你也是欠收拾了。你好像没有资格打沈清言和孩子。莫爷，我只是看他们冲撞了您，想教训一下他们而已。事情会查清楚，真相大白之前，谁敢动沈清言和沈东东，就是在跟我莫师君作对。时君，张艳茹，把我妈骨灰给我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妈咪，看我的！追呀！妈咪别怕，他们敢追，我就打让他们满地找牙。东东，今天谢谢你，你真是妈妈的好宝贝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保护妈咪是我永远的使命。对了，东东，你知道你的弟弟妹妹在哪儿吗？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他们？妈咪别着急，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们了。我去给他们打个电话。阿弟今天认爹失败了，我怀疑是沈欢搞的鬼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撮合爹地和妈咪在一起，到时候让爹地踹了沈欢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？
我查到2天后，爹地的公司要招聘设计师，让妈咪去应聘，这样就能离爹地更近一些啦。大哥哥，先给妈咪买个房子，再带她去应聘吧，买一个大别墅，以后让妈咪把爹地娶进门，跟我们一起住。我明白了。妈咪，我给你买了一个房子，还给你找了一个工作，我先带你去看看房子吧。大宝，你哪来的钱啊？妈咪，你儿子我可是大土豪呢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买，区区一个房子根本不足挂齿。那你可真厉害呀！妈，世君好像开始怀疑我了，他今天刻意冷落我，我找他，他都不搭理我。莫氏集团不是正在招聘设计师吗？我管你去应聘，以后再找机会接近莫言。妈真厉害！来，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跟踪我？切，你也太自恋了吧！我是来应聘的，没闲工夫跟踪你。你去查一下那个女人应聘什么岗位。老大，这样用查吗？今天只有设计部在招人。她是设计师。瑶瑶，哟，真什么垃圾都敢来莫氏集团应聘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瑶瑶，你不要这么说我姐姐。虽然人家现在落魄了，可好歹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呢。曾经优秀又怎么样？坐了几年牢出来，不照样是废物一个？就算我是废物，也比不会排队的蠢货强。贱人，你敢骂我？沈清言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打你就打你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惹怒我的下场！保安，给我把这个抓起来！沈清言，连碰我一根汗毛都不配，敢打我的脸，我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！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！否则，我让面试官取消你的面试资格，让保安把你丢出去。为什么我要给你道歉？错的是你，你怎么不给我磕一个？沈清言，瑶瑶可是北辰首富榜前10陈家大小姐，你惹到她就是死定。北辰陈家，那岂不就是莫爷姑姑家？难道她就是莫爷的表妹陈欣瑶？没错，莫爷就是我表哥，也是莫氏集团的掌权者。只要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沈清言就能马上滚出公司。表哥，我在人事部被人欺负了，你快来给我做主呀！我去，陈欣瑶真的是莫总的表妹，沈清言这下完蛋了。我表哥马上就到，沈清言，你死定了！给我把沈清言按在地上，跪着。别碰！都不用去找。表哥，就是这个贱女人，她欺负我。你说沈清言欺负你，怎么欺负你？时君，沈清言不仅插队，还打骂瑶瑶。瑶瑶可是千年之躯，可以任意打骂的。是啊，表哥，从小到大，爸妈都没对我动过手，他沈清言凭什么打我？是吗？既然你们都说是沈清言的错，那拿出证据来。我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他们都看见了，都可以作证。没错，就是沈清言先打的陈小姐，还要陈小姐给他磕头。我没有仇吗？你为什么帮着他们污蔑我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可我来的时候看到是你们在逼沈清言下。沈焕小姐只是为了帮陈小姐出气，所以想惩罚一下沈清言。这些人真是没救了。沈清言有没有欺负陈欣瑶？你们说了不？林贵，查监控。是老大。不用查监控了，我有证据证明妈咪是被冤枉的。不用查监控了，我有证据证明妈咪是被冤枉的。妈咪，我是你的二宝沈楠楠。二宝，妈妈终于见到你了。莫叔叔是沈欢和陈欣瑶一直在针对我妈咪，不信你看。
师君，这视频肯定是假的，一看就是恶作剧。沈楠楠，你这视频怎么来的？我敖弟可是最牛逼的黑客，弄到一段视频比你吃屎还要简单。黑客，你们以为自己在拍电视剧吗？有本事就证明给大家看。我可以入侵你们所有人的手机。一个小屁孩冒充全球最牛逼的黑客也就算了，还口出狂言，真是笑死我了。手机入侵这种事，恐怕就算是真正的黑客来了，也不敢说的。你一个小孩子怎么敢口出狂？如果我可以做到，刚才针对我妈咪的所有人都给他跪下磕3个头，敢不敢跟本少爷打赌？赌就赌，谁怕谁啊？我就不信还能翻得了天。为了避免你们反悔，我就让莫叔叔来当见证人。莫叔叔可以吗？好。沈清言，你赶紧带着你的孩子滚蛋，别等到时候丢尽脸面。我相信我的孩子，他既然有信心，就一定做得到，不用你操心。天哪，手机真的被入侵了！现在你们的手机已经全部被我控制了，赶紧给我妈咪跪下！赶紧给我妈咪跪下！莫叔叔，他们说好给妈咪下跪磕头的，但是现在个个都反悔，你要给妈咪讨回公道。莫叔叔，快用你的威力震慑他们，让他们给妈咪道歉。把刚才骂过沈清言的人按在地上，磕3个头，再放他们离开。你们还不给沈清言道歉？表哥，我可是你妹妹啊，你怎么像沈清言这个外人？就是啊，石君，沈清言算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们给他道歉？磕头还是道歉？你们选一个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我不接受。好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另外，沈清言不用面试了，明天直接来上班。莫叔叔威武！妈咪，看着莫叔叔帮你的份上，你奖励他一个爸爸吧。你的主意非常好。这是这几个孩子和我的头发，你拿去做一份亲子鉴定。明白。真是老天有眼，让我的宝贝们回到了我的身边。沈清言，你不知道莫言是欢欢的未婚夫吗？居然敢勾引他！我什么时候勾引他了？还有，这不欢迎你们，你们走。沈清言，我和你爸爸决定让你嫁给李向云，明天就去把婚戒买了，早点把婚礼办了，以后离莫言远点。你们凭什么替我决定？还有，李向云就是个人渣，我是不可能嫁给他的。你不嫁，你的孩子。人家真可恶，竟然让妈咪嫁给李向云那个丑八怪，别忘了我会和救我。妍妍终于来了，走，给你选戒指。李向云，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。我今天来只是为了应付沈家。沈清言，你一个生过野种的破仙女，高傲什么？我能跟你结婚，那是看得起你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。装不下去了是吧？我知道你跟沈欢有勾结，我是不会让你们狗男女得逞的。今天你不嫁也得嫁，由不得你。走。臭小子，你今天必须给沈欢买婚戒，你们的婚事早就给定下来了。好的，奶奶，我知道了。时间，李向云，当初我被迫怀孕是你说分手的，现在又来冒充孩子的爹和我结婚，你算什么人渣？破鞋配人渣，不是刚刚好吗？混蛋！沈清言，你敢打我？他妈长本事了是不是？敢打我妈咪，找死！大宝、二宝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保护妈咪啦。其实是来撮合爹地和妈咪的。
弟弟和妈咪踢嘴了。你怎么走路的？是我不知道怎么摔了一下。弟弟，我看你挺会摔的嘛，要不再摔一次给我们看看？你又干嘛？不是，我爹地，你都亲过妈咪了，必须娶她。明天就给她买个结婚戒指吧。二宝，你不许胡说！沈清源，你真不要脸！你又利用孩子勾引石俊是吧？还让他给你买戒指？你有病吧？刚刚是他自己转过来的，戒指是孩子开玩笑的。你这个玉佩是哪儿来的？难道你认识这块玉佩？这是几年前一个男人给我的。这是墨家祖传的玉佩，那个男人就是我明白了，当初是沈欢偷走了爹地送给妈咪的玉佩，这才成功冒充了妈咪。沈欢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瞎说什么？这玉佩就是石俊送我的，休想抢走！沈欢，你一口咬定玉佩是我给你的，那我问你，当初我是在什么情形下给你的？事已至此，只能随便编一个了。石俊，你忘了吗？那晚在草丛里，你把玉佩给我，说让我好好保管，会派人来接我的。都对得上。那晚我在山里丢了玉佩，沈欢你当时也在场，随便猜都猜得对，你的话根本不可信。除了你刚才说的以外，还有什么别的细节？比如我们怎么碰在一起的？那晚我可以证明，沈华说的都是真的。可恶，忘了把李向宇弄走了。你怎么证明？因为沈清言当年丢的玉佩在我这里。李向宇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当时根本就不在山里。既然你说玉佩在你身上，那你拿出来看看。这是当年跟沈清言发生关系之后送给他的定情信物，但是被他给弄丢了。不过还好，又被我捡到了。石君，沈清言的男人明明就是李向云，他还来挑拨我们的关系，这是居心叵测。李向云，我怎么可能和你这种烂到骨子里的人发生过关系？清言，我知道你还在为当年我逼你分手的事情怀恨在心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说都是事实啊。你都记得当年是你逼我分手的，那你现在又纠缠不休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了孩子，我想跟你复合。你在撒谎！墨家的玉佩独一无二，你怎么可能会有？莫言，我这玉佩不是真的，是高仿的赝品。这块玉佩从未被外人看到过，你怎么高仿？莫言，这玉佩几年前您丢过，被我给捡到了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就弄了个假的来玩玩。我怎么不记得这回事？当年来找我拿玉佩的是莫老夫人，也就是莫爷您的奶奶。喂，奶奶，咱们家的玉佩曾经丢过，有这回事吗？你在国外的时候丢过一次，被一个叫李向云的人捡到，是我花100万买回来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奶奶。石俊，你看吧，我说的就是真的。沈清言这个人心术不正，为了拆散我们不择手段。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沈清言，你已经和李向云生了野种了，以后再敢来勾引石君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视若珍宝的男人，我未必喜欢。况且，谁会像你一样那么喜欢勾引男人？在他心里，我很差劲。沈清言，你找死！沈欢，我不管你和李向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以后你再这样动不动就打我，小心我剁了你啊！宝宝，我们走。石君，奶奶不是说让你给我买婚戒吗？改天说。石君，莫先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沈清言，你为什么说沈欢是我珍宝的男人？你不稀罕？你是用什么身份质问我？妈咪，爹地以为你不稀罕他，生气呢。看来爹地和妈咪的感情还得靠我来推进。放开！
沈欢，看来你是拿不下莫野了，不如试试从他的家人下手。你什么意思？过几天有个大佬要开个拍卖会，到时候你把那幅价值几十亿的画拍下来，送给莫老夫人。你是说让我讨好老夫人，让她逼石君服我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刚才身体好像不受控制了。耍流氓还不承认，无耻！妈咪别生气，我给弟弟和你说个开心的事。什么事？邀请爹地和妈咪下周参加一个拍卖会，到时候妹妹也会来哦。妹妹，沈清言，你这种废物也敢来这么高档的拍卖会，真是厚颜无耻！你们这种低等的东西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沈清言，这可是一位神秘大佬举办的拍卖会，就你这种垃圾，恐怕连进拍卖厅的资格都没有。我有没有资格，不是你说了算。我既然都来了，我一定可以进去。那你倒是进一个给我们看看呀！我带他进去。我带他进去。好可爱的孩子，没教养的小屁孩！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竟敢捣乱，滚出去！大胆，你敢骂拍卖会会长，不想活了吗？一个和沈清言一样的小屁孩，怎么可能会是会长？给我提鞋都呸！你连孩子都骂，别太过分了！还有比骂更过分的。沈欢，你在干什么？石君，沈清言带着这个小贱种，冒充是拍卖会的会长，你可得好好教训一下他。你快好好教训一下他们。她是沈清言的女儿。你怎么知道这孩子冒充会长？你看他穿着地摊货，一看就是出生在上不了台面的家庭，怎么可能会是会长？沈清言，识相的话赶紧带着这个野种滚蛋，不然的话会长来了要你们好看。就是啊，这小贱种恐怕连邀请函都没有吧？怎么可能会是会长？这事还轮不到你们来操心的。你们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有人请我进去？小朋友，你虽然很酷，但是吹牛我们会不会不太好？漂亮阿姨，你就看我待会怎么收拾他们吧。沈清言，我以为你已经够装逼了，没想到这孩子装的比你还厉害。就是啊，如果你真是会长的话，我就叫你一声祖宗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四宝，马上带几个人来酒店大厅迎接我。哟，装的还挺像的。恭迎西西小姐，恭迎西西小姐。就是个小姐，实在是太低调了。叫会长，有请会长入场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本小姐的实力，快叫我祖宗！一个小屁孩找另一个小屁孩来证明他是会长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我看你们就是沈清言找来闹场的吧？保安呢？马上把沈清言和这两个有爹生没爹教的丢出去！你们凭什么让我们出去？够了！沈清言和两个孩子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教训。弟弟怎么回事？我是什么很不起眼的人吗？亲妈咪和三宝不亲我，哼！你们这帮人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们滚出酒店？我爸就是这个酒店的董事长，只要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你们都得完蛋。切，我知道你爸是陈雨生，他来了也得恭恭敬敬的跪拜我。你敢口出狂言！爸，有人冒充会长在酒店闹事。沈清言，我爸马上就到，你跟这两个等着被狠狠的收拾吧。我看谁敢在我的地盘闹事儿！爸爸，就是这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来砸场子。好大的胆子！把这几个来路不明的人给我抓起来！谁敢动他们，就是在跟墨家作对。你是爱徒，我看你是分不清大小王了。这孩子真像沈东东和沈楠楠，难道也是沈清言亲生的？你这个小屁孩，你装什么？就你，怎么可能是我爸的师傅？闭嘴！他真的是我师傅，去年在赤仙阁学艺，就是他收我做的徒弟。哎呦，师傅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没有认出你，我错了，请您恕罪，恕罪。知错就改，勉强算你是个好孩子。爱徒还不快请为师和会长入场？哎呀，
师傅，会长，请入场。漂亮阿姨，跟我们一起进去吧。宝贝们，你们好厉害！你们是谁家的孩子？漂亮阿姨，等拍卖会结束后，我和北北的身份自然会揭晓。是的，漂亮阿姨，我们先进拍卖厅吧。走。居然真的是会长，真气死我了！我爸从来都没有打过我。会长又怎么样？我就不信一个孩子能翻得了天。等拍卖会开始，再收拾沈清。北城首届非遗艺术拍卖会正式开始。在我身边有3幅画，分别为1号、2号、3号，其中只有2件是真的。请大家根据顺序拍卖自己想要拍卖的那幅画。竞拍开始。沈清言，你想要买几号啊？哎呀，我忘了，几号你都买不起。他怎么会有钱买这么有名的画？他连摸下那几幅画的机会都没有。既然这些画这么贵重，那你们还是别买了，配不上。我可是身家1000亿的墨家未来少夫人，这幅画我势在必得。石娟，你觉得这2幅画哪一幅是真的呀？我看不出来。都称身价1000亿了，还在乎什么真假？不如全部都买了吧。三宝，我查到沈欢特别想拍今天的画，我已经告诉四宝了，你们想办法让沈欢拍下假的那幅画。三宝收到，二宝，看我待会怎么整沈欢吧。给大家一点提示，真的画的颜色比较深，深一点的，那不就是1号？我选1号，500万。哼，坏女人果然上钩啦！这位爷爷也太有眼光了吧！看来1号是真的，1000万、2000万、5000万。不愧是陈家大小姐，出手就是阔气。看来这幅画非他莫属了。1个亿，莫爷都出手了，我靠，这下估计没人敢跟他抢了。这幅画我要拍下来，送给我身边的这位阿姨，我出价10个亿。这谁家小孩敢跟莫爷抢东西，而且还出这么高的价？你竟敢漫天喊价，10个亿，你有吗？笑死我了！沈清言，你赶紧跟那小屁孩说说，没那实力别装逼。沈清言，张口就10个亿，你们拿得出来吗？哼，等付款的时候，自然会有人来给我送钱。宝贝儿，我们会不会吹得太过了？爷爷放心，我的实力绝对碾压那个坏女人。想碾压我，想得美！20亿，30亿，30亿一次。我手里不过才50亿，再往下加就得动用沈氏集团的资金了。30亿2次，30亿，50亿。为了嫁进墨家，我一定要拿到这幅画。50亿一次，50亿2次，50亿3次，成交。恭喜画阿姨拿下1号画。哼，坏女人，我坑不死你！沈清言，好好看清楚，这才是实力，而不是像你这样带着孩子出来吹牛。石俊，我想把这幅画送给奶奶。随你。剩下的2幅画继续进行拍卖。阿姨，你拍2号，喊价20亿。你怎么又开始装了？20亿，你拿得出来吗？你急什么？我师傅一会儿就来给我送钱。哎呦喂，你以为有师傅就了不起啊？说不定你师傅也是个穷逼呢。你急什么？我师傅马上就到。我倒想看看你这小废物的师傅能是什么大人物。我大老远就听见有人说我不二是废物，活够！这是上次去沈家送亲子鉴定的那个男人，他和沈清言什么关系？穿着一身杂牌进这么高档的拍卖厅，你该不会是沈清言找来的野男人吧？你怎么知道这个小朋友的师傅他没有20亿呢？有本事你让他拿出20亿来给大家看看呀！如果我能拿出20亿，你们2个就扇自己5个耳光。张口就是20亿，拿得出来吗？你就说你们敢不敢跟我赌？赌就赌，让你也拿不出来。师傅，把支票给他们看。我看这支票也是假，一个小孩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就算他师傅，也绝对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的。既然大家都说支票是假的，那就让这位叔叔来辨别一下。好，
表哥，我觉得你不用看了，他们这几个土包子，别说20亿了，1万块都拿不出来。支票是真的。怎么可能？石俊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你在质疑我？现在你们可以杀自己耳光了，5个一个都不能少。石俊，你们既然跟一个孩子志气打赌，输了就得认，删吧。你们要是不愿意打，我来帮你们。沈清言，你竟敢打我！刚一进门你就针对我跟孩子，我早就想打你们了。你没有这个资格。麻烦你们帮我拦一下沈欢跟陈新瑶，我要把接下来的4个巴掌扇完。我合适吗？林特助，我觉得你行，你帮我特别的适合。沈小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是被逼无奈的。放开我！我是墨家未来的少夫人，你竟然敢帮着沈清言屈辱我！你话少点，消停点。沈清言，你这个恶魔！沈清言，我堂的陈家大小姐，从小众星捧月，所有都以我为中心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哇，别让阿姨睡觉了。嘘，低调低调。表哥，你刚刚明明可以阻止沈清言的，你为什么要帮着他？你在教我做事，这就是不低调做人的下场。漂亮阿姨，这是我和弟弟送给你的。谢谢宝宝，我很喜欢。这2个小孩可真厉害，20亿的话说送就送，真羡慕沈清言啊！这沈清言命真好，不像这沈欢，只有挨打的份儿。素良，果然是你。大学毕业后好多年没见了，快认不出你了。我以前可是还喜欢过你，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，还真是个没良心的家伙。别提以前的事了啊！我听说我的4个孩子是你养大的。真是谢谢你了。西贝贝，他怎么和那俩孩子那么亲近？老大，难道那2个孩子也是沈清言的？之前不是说他当年生的是4胞胎吗？我上次让你做的亲子鉴定出来了吗？鉴定机构那边最快也要1周才能出结果。知道了。西西宝贝，你们也是妈咪的孩子对不对？是的，妈咪。我的感觉果然不会错，从你们护着我开始，我就知道你们也是妈妈的孩子。佐良，我能问一下，当年你是在哪儿捡到他们的吗？当年沈欢把他们丢在了赤星山，我上山巡游的时候无意中发现，就把他们带回去养了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这些孩子们竟然是你的。沈清言，你跟这个男人认识才不到1天，你就这么贴着他？佐良，怎么是你？你那么惊讶干什么呀？你们认识？我和石君呢，是从小到大的兄弟。不管我们什么关系，你都要离沈清言远一些。哦，清言的孩子可是我养大的，你跟他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又为他做过什么？又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呢？就算孩子是你养大的，但你从小到大身边从来不缺女人，沈清言不适合你。你身边不也一直有一个沈欢吗？两位弟弟别吵了，妈咪，你们3个把日子过得好，比什么都强。童言无忌啊，童言无忌。沈清言，你今天害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李向云，我要你帮我解决掉沈清言，条件任你开。爽快！今晚你想办法把沈清言弄到 KTV， 之后的事儿交给我。东东跟楠楠呢？这怎么回事？
申欢，你告诉李香云，他要是敢动我孩子，我要他偿命！三宝四宝，妈妈有事先出去一趟，你们乖乖在家好不好？李哥，不是说给哥几个介绍个绝世美女吗？这也没看着人啊。是啊。李香云，你把我孩子放哪儿了？沈清言，想知道你孩子的下落，请把这杯酒给我喝了，否则……现在可以把孩子还我了吧？哎，别摔倒了。李香云，你竟敢给我下药！沈清言，这一次我终于可以得到你了。喂，弟弟出大事了，妈咪不见了，二宝都查不到她在哪里。召集墨家所有保镖，全城寻找沈清言。是。我终于可以得到你了。李香云，你个混蛋！你要是敢碰我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沈清言，死到临头敢威胁老子啊！前几天你那么羞辱我，但是过了今晚，看你以后敢不敢嚣张？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看上你这个下三滥的东西。我就是下三滥，不过很快你就要被下三的东西给玩了。来吧你！我操啊！我操！李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抓回来！老大，沈清言在那。沈清言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沈清言，这么晚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救救我！莫言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李香云，你对沈清言做了什么？我们情侣之间玩角色扮演呢，我这要把他带回去啊！走。哎呦！来人，打断李香云的腿！莫言，不要！莫言，我知道错，我真的知道错了啊！莫言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刚才跪着帮我啊！带我回去，我要找我的孩子。李香云还给他下药了。你身上好冰啊，好舒服。沈清言，你给我安分一点。沈清言，你看清楚我是谁。莫先生，拜托了，让我凉快些吧。林贵，你怎么开车的？林贵，你怎么开车的？下个月奖金给我扣一半。老大，既然奖金都扣了，那我想怎么开怎么开了。再让我歇一下。沈清言，你再这样，我把你扔下车去。老大，沈小姐神志不清的样子，是不是比平时有趣多了？再说你也下去。沈清言，你冲点冷水就清醒了。停水了，电也停了。搞定！我把水电都停掉了，让爹地和妈咪好好过二人世界吧。
什么在我家？你没对我做什么吧？沈清言，昨晚我才是被强迫的那个。他说的好像是真的。那我没有对你做什么吧？我不会对你负责哦。你放心，昨晚什么都没发生。老大，老夫人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。哦，对了，李向云绑架沈楠楠的视频是合成的，昨晚我让林贵查过了。原来是沈欢跟李向云把我骗去 KTV 的。妈咪，你快起来打扮一下，我们送你去参加宴会。啊？什么宴会？宝贝们为什么非要让我来参加莫老夫人的寿宴？沈清言，你还真是了不起，昨晚刚在 KTV 爽完，今天就有精神来参加宴会了。昨晚上的事儿，我就知道是你找人干的，欠打的东西。昨晚上的事儿，我就知道是你找人干的，欠打的东西。你戾气这么重，是那几个男人没把你伺候好啊？你找李向云想毁掉我，哼，没想到吧，没能如你所愿。失望吗？沈清言，要毁掉你，你以为只能靠李向云吗？我有的是办法。打人了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是谁把这个疯女人带到墨家，让她在墨家的地盘发疯打人？欢欢，怎么回事啊？瑶瑶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一冲进来就对我拳打脚踢，你看我这脸都被他打肿了。沈清言，今天是我外婆的寿宴，你敢在这闹事，我要撕烂你的脸！你想死手，我一个打两个呀！老大，出事了，沈清言和沈欢打起来了。放心，沈清言输不了。可是陈曦要帮着沈欢。什么？2打1。都找打是吧？你们两个服不服？再动，信不信我抽你？我去，沈清言牛逼啊！1打2完胜。表哥，沈清言他欺负我和欢欢，差点把我们都打毁容了。时君，沈清言没有邀请，还来参加奶奶的宴会就算了，他还发神经打人。你看。有时候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你们不惹他，他打你们干什么？唉，你也是厉害，怎么把人打成这样？或许说了他也不会信，毕竟他才是沈欢的未婚夫。哎呀，算了，你以后不要管沈欢还有陈信尧的事情。你带他们3个去收拾一下。3位小姐，请跟我来。你去查一下他们3个打架的原因。是。走。沈清言，你们还没走？我来参加宴会的，为什么走？来参加莫奶奶宴会的都是非富即贵的上流人士，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，怎么有脸站在这里啊？非富即贵，上流人物，你好像也不符合这2点，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没有见过大世面的样子。沈清言，你，莫老夫人来了。奶奶，您来了，这是我特意给您准备的礼物，花了50亿买的，希望您能喜欢。欢欢有心了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幅画应该是西岩大师的真迹。那沈小姐不愧是未来墨家的少夫人呢，那出手真是阔气。沈清言，你怎么空手来参加外婆的寿宴啊？大家送的礼物都是价值连城的，随便挑一件，就是沈清言一辈子都赚不到，他怎么可能送得起呀？谁说我妈咪送不起礼物？我把她准备的礼物带来了。谢谢宝贝，
这不就是你上次送给沈清言的那幅画吗？这就是一个假货。我手里的这个才是西岩大师的真迹，赶紧把你手里那个假货收回去吧，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是假的？万一你才是假的呢？你那个是高仿的赝品，还敢拿出来送人，笑死了！怎么可能？我这幅画可是花了50亿买的，你们这群穷鬼知道50亿是个什么概念吗？这俩土包子哪儿来的？还敢怀疑沈欢小姐送的画是假的，真是没见识！就是，沈小姐是什么人？那可是未来墨家的准孙媳妇儿，她怎么可能送假的呢？是不是？就是。我看不识货是你们跟沈欢一样，都不太聪明哦。我不和你计较。奶奶，请您收下。哎，那奶奶就不客气了。沈清言，你为什么不敢把这幅画送给奶奶？是因为不敢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奶奶，这是我的心意，请您放肆！你是什么人，竟敢送个赝品给我？你是什么人，竟敢送个赝品给我？你把我墨家当什么人了？哼！奶奶，您先别生气，查清楚情况再说。老夫人，这画不是赝品，我相信我的孩子，他是不会说谎的。沈清言，是不是赝品？你一打开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。沈清言，你骗不了我们，就想骗我外婆是吧？你真是恶心！我和妈咪才没有骗人，我可以向大家证明，妈咪这幅画才真的。你怎么证明？我沈西西就是你们口中的西岩大师。这2幅画都是我画的，但沈欢那幅只是我无聊的时候给了我的赝品。你一个不到6岁的小破孩，竟敢自称自己是西岩大师，你这吹牛的本事都是遗传你妈的吧？沈西西，小孩子撒谎是不好的。莫叔叔，你是信沈欢还是信我？我真的是西岩大师，难道你觉得不像吗？你既然说自己是西岩大师，那你怎么证明啊？你们知道赤心阁掌门左良吗？他是我师父，而我就是赤心阁艺术部的部长。你忽悠谁呢？我小姨徐子阁可是赤心阁艺术部的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你就是西岩大师？徐子阁一年都没有机会见我几次，没有跟你提起过我也很正常。徐子阁就是那个年少成名的知名女画家，哎。听说他18岁就在国际上拿过奖，那可是美术界的传奇人物啊！那他要是来到现场，这个小屁孩和他那不就露馅儿吗？对呀，就是徐子阁来了，也得叫我一声师尊，因为他是我师哥的徒弟。我的三宝太酷了吧！这小丫头真厉害！你竟敢自称是我小姨的师尊，我要让他好好来收拾你们！我小姨马上就来了，沈清言和你的孩子等着被处罚吧。今天我沈西西大家好好看看徐子阁区一个小画家敢不敢惩罚？是谁敢冒充我的师尊？真的是活腻了吧？小姨，沈清言居然说他的孩子是你的师尊，孩子犯错，大人同罪，那就让你来替你的孩子接受教训。放肆！在墨家的地盘也敢撒野！来人，把这个女人扔出去！慢着，你是觉得我很好欺负是吗？妈咪，打他，打狠一点！你大胆徐子阁，连你的师尊都不认识，还敢打你师奶，赶紧给你师奶赔罪！死到临头了还在装！沈清言，你赶快给我小姨道歉，否则的话，我就让你的孩子去山里喂野狗！谁允许你们这样和师尊师奶说话的？什么？小姨，你真的是你的师尊？师尊，这不想这么回了，都是我有眼无珠，没有把您认出来，请师尊原谅。我说的不算，让妈咪来决定。师奶，请原谅，我可不原谅打了我的人。师奶，这都是沈欢和陈心瑶的错，是他们挑拨我，才让我误会你的。我现在就惩罚他们。
你们这两个蠢货，还不快给师尊师奶道歉，要不然我饶不了你们！凭什么让我们给沈清怡道歉？他拿假话欺骗奶奶，难道还不加教训吗？就是，让我给这种垃圾道歉，还不如直接杀了我！都给我闭嘴！师奶送的话可是戏言师尊的真迹，你竟然敢质疑师尊，你不要命了吗？不可能，小姨，你肯定是因为这个孩子是你的师尊，所以你才帮着他撒谎。我爸之前在赤心阁见过索良掌门，我让我爸请掌门来证明一下，我是不是戏言大师？不用找了，我就在这里。沈清言，掌门来了，你们的谎言要被拆穿了。佐良，你来帮我看一下这两幅画哪幅是真的？不用看了，沈西西是我的徒弟，全球年纪最小的顶级画家，他送给奶奶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。佐良掌门，难道沈欢小姐送的画才是那假的呀？不错，沈欢的那幅画不过是西西拿来玩的赝品罢了。那这搞了半天，原来是沈欢送的是赝品，那反倒来还咬沈清言一口，这个人太心机了。沈欢，你送个假画给莫奶奶，有何居心？这不可能！这幅画明明是我在拍卖会上买的，还是沈西西卖给我的。沈西西当天就说过，3幅里面有1个是赝品，可你就要拍赝品，你敢耍我！你个蠢货，被个小孩子耍得团团转，真是丢尽了我的脸。沈清言，你和你的孩子算计我，害我颜面尽失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那也是你活该，这就是你自己受的报应。史君，今天发生的这一切，一定都是沈清言早就算计好的，他就是为了让我在奶奶的寿宴上出丑。可我看到的是你一直在针对沈清言。沈清言从进宴会开始就打我，他这么欺负我，我反抗一下难道有错吗？沈欢说的没错呀，沈清言把沈欢和陈心瑶都打成那样了，这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。就是沈清言那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被针对那也是活该。他们3个打架的原因查到了，是沈欢和陈心瑶先挑的事。大家看这里，沈欢，这就是你说的沈清言欺负你吗？没想到还真是沈欢和陈心瑶先找的事儿，这还颠倒黑白，真恶心，真是下贱呀！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。对，哎，是我先找的事，怎么了？我就是看沈清言不爽，我不仅要欺负他，我还要打他呢。沈欢，你疯了！林贵，把沈欢给我丢出去！走。哎，莫先生，我受伤的是手，不用你抱我。闭嘴！哦，好吧。四宝，妈咪受伤了，带着大哥、二哥来爹地家一趟。妈咪，宝贝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听说妈咪受伤了，四宝给妈咪带来了他灵制的灵药。爹地，妈咪受伤了，无法自己上药，你能帮帮可怜的妈咪吗？既然孩子都那么说了，陈小姐配合一下。沈北北，你真的很夸张哎，我还有一只手哎。哎呦，爹地，妈咪流血了，今晚回不了家，可以在你家再住一晚吗？可是妈咪每天晚上都要洗澡哎，今晚手受伤了，洗不了嘞。那就是你能麻烦爹地给妈咪洗澡了。那就是你能麻烦爹地给妈咪洗澡了。你们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揍你们啊！不信！妈咪，你现在柔弱不能自理，需要爹地来照顾你。别打孩子，我帮你洗澡。我的伤已经好了，莫先生，我可以自己洗。可孩子们说了，让我帮你洗。花形太极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要干嘛？某某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
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真的不是他吗？什么？沈清言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警告你，他是我的，你休想把他从我身边夺走！哼，你就这么怕我抢走他？难不成你对自己很没有信心？他该不会跟你结婚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时君说了，他一定会娶我的，我不许你质疑我们的感情。他眼光也不怎么好嘛，竟然愿意娶一个低等品种。既然你竟敢骂我不是人，你也不是很蠢嘛，竟然知道低等品种不是人。住手！墨家撒野，你来干什么？时君，我来是为了昨天的事向你道歉的。可是沈清言他怎么也在？与你无关。另外，以后别再来墨家，出去。时君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忘了当初对我的承诺了吗？也许当年的承诺给错了人。沈清言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老大上。哦，你们俩上探长做的警醒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什么时候去的？立刻去的。对了，重查几年前的事，我怀疑沈清言才是我一直要找的人。是。立刻去哪？哦，对了，重查几年前的事，我怀疑沈清言才是我一直要找的人。原来时君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知道是我冒充的沈清言，不然我和沈家都得完蛋。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嫌昨天丢人丢的不够吗？我们墨家不欢迎你，赶紧给我滚！奶奶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我再怎么差劲，也比那个生了野种的沈清言强吧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时君把沈清言和他的孩子带回墨家了。昨晚上他和他的孩子就是在这儿睡的。哼，绝不允许时君跟这种女人在一起。走。走啊，出来。你个狐狸精，我让你勾引时君！老夫人，你凭什么打人？奶奶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打沈清言？你把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弄到家里来，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打她？你赶紧给我断了！我是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。沈欢，你是不是跟老夫人说什么了？跟她没关系，是我从心底里看不上你。沈清言，你根本就配不上时君。墨家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是我请他们来的。这个就是时君带回来的那个女人，长了一张狐媚脸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时君，你可是墨家之主，我们绝不允许你娶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做家主夫人。有无权干涉我。二位，麻烦你们把嘴巴放干净点，尽管你们是长辈，我也照抄不误。你反了你！奶奶，我敬您是长辈，不跟您计较。但您再打沈清言，我以后再也不回老宅了。你竟敢为了这个女人敢忤逆我，你简直得了失心疯了吧！时君，这个女人就是为了高攀墨家才勾引的你，你不要再护着她了，赶紧跟她做个了断。就是啊，时君。对，沈清言心机深沉，可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单纯，你千万不要被他蒙蔽了。你们都错了，沈清言没有勾引我。什么？她可是跟别的男人生了几个野种的人啊！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，你到底看上她什么？奶奶，您别一口一个野种的叫沈清言孩子，他们可能是我的孩子。这几个孩子还真的跟时君有点像。奶奶，既然时君说孩子是他的，那就要拿出证据来啊！对啊，你怎么证明这几个孩子就是我们墨家的种？我们就是孩子的种。就算这几个孩子跟你长得像，那也不能证明他就是我们墨家的种啊！奶奶，这些孩子都是沈清言跟外面的野男人生下的，怎么可能是墨家的血脉？
你再敢骂我的孩子，你信不信我把你的嘴撕烂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恐怕连沈清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，还不至于当下家。住口！你竟然敢当着这么多墨家长辈的面打人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，简直就是个泼妇！这种女人根本就不配给你生孩子，你可别犯糊涂，当心她把你给骗了。奶奶，我跟孩子们做了亲子鉴定，等林龟把鉴定报告拿回来，就知道孩子是不是我的了。石君，你上次不是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吗？这些孩子和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怀疑上次的鉴定报告被人动了手脚，所以重新做。既然如此，我要马上看到鉴定结果。石君，你快催催林龟，叫他马上立刻把鉴定结果拿过来。怎么不接电话？叮铃铃，叮铃铃，叮铃铃。喂，表哥，林龟出车祸了。什么？喂，李向云，我也让林龟去医院拿亲子鉴定了，你快帮我去阻止他！沈清野害我被莫雨打断了一条腿，我是不会让你们一家人团聚的。没想到在这遇到林龟了，看来老天爷都在帮我们。老大，伤得重不重？还行，差点就死透了。还好陈小姐路过救了我，不然老大你可能就见不到我最后一面了。表哥，林龟平时这么谨慎的人，不会平白无故出车祸，你可得好好查查。陈心瑶这个蠢货！林特助，你知不知道是谁撞的你？这事说来也奇怪，车祸现场的监控刚好坏了，车来的太突然，我也没看清是谁撞的。除了监控坏了，还有什么你觉得可疑的地方？有，亲子鉴定报告丢了，我怀疑就是撞我的人拿的。不用怀疑，肯定是。但是那个人为什么要拿走亲子鉴定啊？而且事发现场还没有监控，他还查不到啊。谁说查不到？我可以恢复监控。你这个小屁孩逞什么能啊？沈清言，你就是这么怀下孩子的？这种时候了还让他来添乱？二宝是天才黑客，恢复一个监控录像很容易，我觉得可以让他试试。那篇路上的监控都坏了，只能全部恢复嘛？你以为还跟上次一样入侵别人手机这么简单？沈清言，就算你想让你的孩子在墨家长辈们面前表现，也不用用这种方式吧？小心打自己的脸。没那能耐呀，就别硬装。都给我闭嘴！二宝，你有把握恢复所有监控吗？莫叔叔，你的信任就是我的动力，只要你相信我，我就可以。好，那就交给你了。石君，闭嘴！一个小孩真那么灵吗？看他操作电脑的样子，不像是装的。搞定了。莫叔叔，查出来了，是李向云撞的林龟叔叔。从这个监控来看，李向云是故意撞的林龟。他撞林龟只是为了拿走亲子鉴定报告，为什么？沈欢，林龟出车祸不会是你指使李向云干的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跟林特助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你不想大家知道鉴定结果，所以你让李向云把林龟截在半路上。那我还说是你害怕石君知道孩子不是他亲生的，所以才找李向云拿走了亲子鉴定呢。奶奶，沈清言做贼心虚，冤枉我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奶奶，我相信一定不是沈清言做的，至于是谁，我一定会查出来。君安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护着这个老夫人？沈欢那么绿茶的招式您都看不出来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您却用那么恶毒的语言来对我，我觉得您真该洗洗眼睛了。你放肆！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我见您是长辈，可是您为老不尊啊！外婆，沈今天差点害死林龟，还这么嚣张，我们报警吧，让他去监狱里忏悔。我看谁敢！不用报警，把李向云抓来当场对质。可能李向云早就跑路了，去哪儿找他呢？我阿弟可以查到李向云的位置。莫叔叔，李向云跑到李家村了。李家村那就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就算直升机去把李向云带回来，至少也得几个小时呢。我可是赤心阁武力最强大的弟子，抓李向云的事儿交给我了。
你吹什么牛呢？就算你武力再强，难不成还能剩余去李家村把李香云带回来？区区瞬移还能难倒我了？李香云，是谁指使你撞灵龟，拿走亲子鉴定的？莫言，我说，你先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试试完，是他指使我的。还好我早就控制了李香云的腹，谅他也不敢跟莫世军说是我指使他的。蠢货就是蠢货，我和你水火不容，你凭什么百依百顺的听我的？再说你无凭无据，谁会信你？你跟我说你的孩子不是莫爷的，他莫家人知道真相，所以才让我抢的亲子鉴定。世君，你都听见了吗？这一切都是沈心妍这个女人做的，她一直都在骗你。奶奶，这件事绝对不可能那么简单，李香云一定在撒谎。老夫人，我也觉得沈清源不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。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世君，你必须马上和这个女人跟我断绝关系，否则我就打断她的腿。奶奶，你一定要干涉我和沈清妍的关系，那我只能在墨家和沈清妍之间2选1了。你威胁我？你为了这个女人，连墨家都要放弃啊？是奶奶咄咄逼人在先。都怪你这个狐狸精！你看我不打死你！清源，奶奶，你太过分了！都是你逼的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说，到底是谁干的？我说，说，我怕沈清妍的孩子真是莫言您的，他就会母凭子贵嫁入豪门，所以我才抢了亲子鉴定。我嫁不嫁给墨家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到底为了什么？上次断了我一条腿，我发过誓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幸好我看了那个亲子鉴定，你的孩子不是莫爷的。知道了。你的下辈子就在监狱里度。刚才真不好意思，是我奶奶太过分了。爹地，道歉应该抱着道才有诚意。小孩子不懂事，小孩子不懂事。我觉得挺懂事的。他为什么这么高兴？爹地，妈咪的额头还在流血，根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来看，你要给他的伤口护护才能好得快，亲亲也可以。沈北北，你再胡说！你干嘛？当然是给你治疗伤口了。爹地亲妈咪了。你不怕沈欢吃醋吗？好端端的，你提沈欢干什么？沈欢是你的未婚妻啊，你都有未婚妻的人，不应该跟别的女生保持距离吗？你这是在吃醋？我没有。俗话说得好，女人说没有就是有。这么一听，俗话说的确实非常好啊。我和沈欢没有感情，我跟他认识也是因为当年那件事，而且我跟他没有订婚，他不是我未婚妻。他为什么要跟我解释？世君居然否认我是他的未婚妻，都怪沈清。欢欢，你放心，沈清根本配不上我表哥，墨家少夫人的位置非你莫属，他抢不走。可我还是不放心，必须要解决掉沈清妍才行。不过李香云现在坐牢了，瑶瑶，能帮我的人就只有你了。我不想杀人。瑶瑶，我不是让你杀人，我们教训一下他就行了。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要……你说吧，需要我做什么呀？毁了沈清妍的清白，让时君嫌弃他、抛弃他。我们可以这样。好了，我到家了，
今天晚上谢谢你送我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今天孩子们在走粮呢，我留下来陪你吧。在你和沈欢彻底断干净之前，别招惹我。沈清言，你女儿在我手上，我现在在你妈的坟前。沈欢，你要干嘛？半个小时后见不到你，我就刨了你妈的坟，把你女儿……不许动我女儿！我马上过来。沈欢，你大晚上叫我过来是做什么？要你命！抓住这个女人！沈清言，今晚过后，你就是个破烂货，我再也不用害怕你跟我抢时君了。沈欢，你别白费心思了，他是不会爱上你这个卑鄙无耻的人。就算他不爱我，我也不会让他爱你。只要我毁了你，时君就算还想跟你在一起，墨家也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沈清言这个小骚货就赏给你们了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放下！你们要干嘛？欢欢，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了？不会出事儿吧？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只管去把时君叫来看好戏就行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吧。表哥，沈清言给你戴了绿帽子。沈清瑶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表哥，我亲眼看见沈清瑶和3个男人同时做那种事儿，他一边吊着你，一边勾引其他男人。真是造孽呀！你怎么看上沈清言这种女人呢？奶奶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自己看吧，这是沈欢发给我的视频。时俊，你被绿了！沈清言和那3个男人玩得可开心了。你这……表哥快看，沈清言和那几个野男人还没结束呢。放开我！个白费门风的东西！把这几个送去警察局。欢欢，怎么是你？沈清言呢？沈欢，你好厉害呀！3位1，真了不起。你没事吧？是他有事儿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半个小时后见不到你，我就刨了你妈的坟，把你女儿活埋了。不许动我女儿！我马上过来。万一沈欢像上次一样骗我呢？左良，3宝在你那儿吗？4个孩子都在我这里啊。爷爷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沈欢，我倒要看看你要干嘛。沈欢把我约出来就是为了害我，幸好我留了个心眼，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时君，沈清言在撒谎，是他在害我。对呀，沈清言说沈欢和瑶瑶要害他，这受欺负的怎么是沈欢啊？主要我一直在跟我的大宝通电话，他说我要是有危险就会瞬移过来救我。沈清言，我要把你发骚的视频发给墨家每个人，这样你就绝无可能嫁给时君了。大胆狂徒，敢欺负我妈咪，遭淹死！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大佬饶命！我们都是沈欢指使的，要报仇，你找沈欢，别找我们了。大宝，留着他们，妈咪还有用，你去边上等妈妈好不好？好的，妈咪，有事随时叫我。这个女人给你们了，你们要是伺候好，我就饶了你们。好，走。大宝，帮沈欢解开吧！你们这些狗一样的都是笨蛋！沈欢，你把我约出来，然后下药，
又让陈新瑶通知墨家过来捉奸，无非是想毁了我的名声，让他嫌弃我。我说的对吧？所以啊，到头来沈欢是自食其果。他要不害沈清言呢，也许还不会出这种事儿呢。幸亏史君啊，当时没跟这个败坏蒙风的女人结婚，都怪我笨呐！哎呀，还被他骗得团团转。奶奶，婶婶，你们不要相信沈清言，这些都是他编的故事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狡辩，你应该庆幸沈清言没事，否则我让你和沈家在北城彻底消失。世君，我没有狡辩，不信你们瑶瑶，从头到尾都是沈清言在害我。欢欢，我们本来就做错了，要不你跟我表哥和沈清言认个错吧，或许他们还会放你一马。沈欢，从今往后，墨家和沈家彻底断绝来往。你再敢踏进墨家半步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我们回家。世君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沈清言不是说我给他下药吗？那他为什么好好的站在这里？你们难道都没有怀疑吗？对呀，沈清言，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被人下药的样子。对呀，沈清言，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被人下药的样子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我从最开始就没有吃，没想到吧？居然没有吃药，这次学聪明了。可是沈清言，你怎么证明这个药是沈欢给你吃的呢？你看沈欢这个蠢货，幸好第一时间没有扔掉，不然我挑起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所以这就是沈欢的一个阴谋。这么来看，沈欢还不如沈清言了。沈清言虽说生了几个野种，但他至少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亏我之前那么信任你，都怪我眼瞎看错了人。传递下去，从今天起，沈欢再也不是石君的未婚妻。奶奶，不要把我赶出墨家，我知错了，这一次我一定改过自新。滚！你这个败坏蒙风的女人，只会给我们墨家抹黑。走。清言，我杀了你！清言，沈欢，我给你留条后路，非要自己作死。世君，不是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这手就不受控制，我知错了，你原谅我。装疯卖傻，你刚才的行为属于杀人未遂，我会报警的，你好自为之。世君不要，求你不要报警，如果你报警的话，我就真的完蛋了。看在我们相识一生的份上，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不好好珍惜。瑶瑶，你不管我了吗？陷害沈清言的事情，你也有参与啊！欢欢，你说过只是教训一下沈清言的，没想到你真的想让他失身。陈新瑶她都自身难保，怎么可能救你？沈清言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陈新瑶回陈家闭门思过，以后没我允许，不许再来墨家。等走。沈清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今晚你跟我回墨家吧。不了，我要找左良接孩子呢。石君，奶奶交个任务给你啊，你去把他的孩子都接回咱们家去啊，去吧。我跟你去接孩子。欢迎少夫人，欢迎小姐小少爷。他们为什么叫我少夫人？哦，这是奶奶安排的，你不喜欢，我让他们撤了。青言，以前啊都是奶奶不好，奶奶听取了沈欢的谗言，误会你了，还打你。现在呀，奶奶不求你原谅，希望你之后呀能把这当你的家啊。之前的事情也不全怪老夫人，你不生奶奶的气啊，奶奶就高兴了。等一下，奶奶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礼物？这可是我们墨家的家传的玉镯，是之前呢石君送沈欢那一块同样的系列的，一定要收下。这可是你们墨家的传家玉镯，照理说应该送给墨家的媳妇儿，给我
不太好吧？妈咪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祖奶奶是想让你做她的孙媳妇，是想让你嫁给爹地。妈咪，你快收下玉镯吧，这样你就是爹地的人了。妈咪，快收下吧，我想看你和爹地结婚。爹地和妈咪是该结婚了，不然别人都以为我们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，害我们在幼儿园抬不起头。你总不能辜负奶奶的一番好意吧？莫先生，我可是4个孩子的妈，你可要想清楚。我说不定也是这4个孩子的爹呢。就算不是，这个爹我也当定。你要去当别人孩子的爹，可是很麻烦的事情。好，太好了！既然都到这一步了，我就吩咐他们给你们准备房间。今天呀，你们就一起住。什么？今天晚上呀，你们就好好深入了解一下。改天呀，奶奶给你们准备订婚宴。奶奶，就是太急了，就是我和莫先生还没有熟悉到在一张床上睡的地步。还叫莫先生呢？以后就叫他石君吧。你要不介意啊，叫他老公也可以。奶奶说的对，我还从来没有听过你叫我名字呢。你让我准备的仙子。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兰花，叫多情兰，放在这里最合适了。你们就好好休息吧啊！加油，奶奶就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。奶奶让我加油，你怎么看？我怎么觉得脑袋昏沉沉的？我也觉得不太舒服。这花有问题，我都忘了，这花是多情兰，奶奶是故意的。你是不是傻？你把花扔到垃圾桶，这回他不就还在房间里吗？可我现在动不了。我来。沈清，我忍不住了。这么主动啊！你趁人之危！我趁人之危？你看看，是谁要的？我昨晚这么疯狂的。你在质疑你自己？要不我帮你回忆一下。流氓！你干嘛呢？我觉得昨晚不够尽兴，要不我们再重练一次？不好了，石君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奶奶，什么事啊？那么着急？这还是让瑶瑶跟你说吧。进来。沈清瑶，我不是说了，叫你以后别来墨家吗？表哥，我是来跟你说，欢，沈欢他不见了，他爸妈正在莫氏集团闹呢，要你跟沈清言还人。是啊，你快起来去公司看看吧。人呢？给我出来！沈清言，欢欢因为你失踪了，他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要你偿命！你发什么疯？沈欢失踪关我什么事？怎么跟你没关系？自从他见了你以后，就再也没回过家。哎呀，大家快来看呐！这个女人，她抢了她亲妹妹的未婚夫，还逼得亲妹妹离家出走，真是丧尽天良啊！居然抢妹妹的未婚夫，太恶心了！莫氏集团不是你们两个闹事的地方，保安，把他们两个扔出去。莫氏集团不是你们两个闹事的地方，保安，把他们两个扔出去。莫爷，是沈清言还欢欢，为什么抓我们？应该抓他。嚯，这么劲爆，那个未婚夫居然是莫总。莫总怎么可能出轨自己未婚妻的姐姐？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。沈欢不是离家出走，他是杀人未遂，畏罪潜逃。你们的好女儿现在是通缉犯。你胡说！欢欢平时连鸡都不敢杀，怎么会杀人？
你都说说，他上谁了？沈欢买通3个男人对沈清言下毒手，又拿石头砸他，这些事足够他把牢底坐穿。莫言，欢欢不管做错什么事儿，她也是你的未婚妻，你得救她。我和沈欢早就划清界限，他是死是活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莫言，即便你们划清关系了，但是你们说他杀人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我没有证据。你能拿出什么证据？少在这儿帮你妈妖言惑众！再动我孩子，我废了你的手！老妖火，这里面都是沈欢还有我妈咪的录音和视频。本来我们觉得这些录音没什么用的，既然你们不知财局，那就只能公开了。要是真有录音，你们早放给大家听了，迟迟不放，是因为没有吧？这么想听，好呀，满足你。事务所师傅太过了，不出事儿吧？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只管去把石君叫来看好戏就行。天哪，原来最恶毒的是沈欢，居然坑害自己的亲姐姐。这样的女人太可怕了，送我都不愿意。这下你们应该明白了吧？沈欢离家出走是因为怕被警察抓，而不是被我逼走。谁知道那录音是真是假？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要弄个假录音，那不太简单了吗？我可以证明录音是真的，我知道整件事的全过程。哎呀，莫总都发话了，那这件事情10有8九假不了，就是这2个老东西冤枉沈清言。他们居然还舔着脸来找沈清言还人，我看啊，沈欢就是坏事做多了，心虚才逃跑的。给我闭嘴！沈怀民，我本想念在我们父女一场的份上，以前的种种都不跟你计较。你既然蹬鼻子上脸，就别怪我了。我可是你亲爹，你身上流着我的血呢，你拿我怎么样？亲爹，竟然让我替一个杀了人的私生女顶罪，我还动不了你了。莫先生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惩罚他们呢？妈咪，这件事不劳你操心，交给爹地来就好。没错，交给我就好，你歇着。把这2个私闯莫氏集团闹事的东西给我送去警察局，顺便把我替沈欢坐牢的事情告诉警察，我要让你们牢底坐穿。慢着，我还有件事。我记得前几年我给沈家投资了50亿，现在我要收回所有资金。一旦收回那50亿，那沈家就彻底完了。哎呀，莫言呀，那50亿那可是你给欢欢的彩礼钱呀！现在虽然跟他没有关系，可你以前跟他有一段感情啊，你不能没有感情了你就把彩礼收回去了吗？你错了，我跟沈欢从来没有感情，这些年我也没有碰过他，而且我怀疑他根本不是我当年要找的人。我认为沈清言才是我要找的人。沈欢冒充沈清言骗走了50亿，属于诈骗行为。你们再不还钱，沈家就多了一项诈骗案。完了，沈家完蛋了！带走。哎呀，莫言啊，饶我们吧！饶我们！他们终于遭到了应有的报应。刚才我棒不棒？棒棒棒！这么大了还想被夸？莫总和沈清言好甜蜜，好好磕呀！我男朋友是这么会亲，估计我做梦都能笑死。我也很会亲，要不我做你男朋友吗？你真的很不害臊，很多人看着呢。之前吻了那么多次，害什么羞啊？沈清言，你就好好珍惜现在和石君的甜蜜时光吧，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不好了，地下车库着火了！好端端的为什么会着火？你们去办公室，我去看看发生什么。你呢？公司那么多人，我不能不管，你们先去啊。那你小心点啊！来，宝贝们，走，跟妈妈走。他怎么还没回来？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沈小姐，这是莫总给你买的咖啡。等一下，石君他还好吧？沈小姐放心，莫总去救火了，一切都很安全。那就好。沈清言，这次神仙都救不了你。君，你来我公司干什么？
我知道你这儿着火了，我特意赶来救火的，你可别不识好歹。没着火，不知道谁按了警报器。可能是沈欢。沈欢？沈欢不是失踪了吗？师傅，沈清言和孩子们有危险。沈清言，我很好奇，时君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会是什么表情？清言，你把他怎么了？我只是给他吃了一种长睡不醒的药而已。时君，你不配叫我名字，我嫌恶心。沈清言要出了什么事，我让你全家陪葬。全家？你已经把我的父母送进了监狱，现在沈家就我一个人了。孩子们呢？他们去哪了？你放心，他们暂时都很安全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就放了沈清言的孩子。你也配跟我谈条件？赶紧把孩子给放了，让沈清言醒过来。沈清言现在身中剧毒，只有我有解药。如果你杀了我，他也活不成。你说什么？现在我能跟你谈条件了吗？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我要你娶我。我要你娶我。我听说你奶奶2天后要给你和沈清言举办订婚宴，我要你把新娘的名字换成我。想我娶你？做梦！你不同意也行，那你就看着沈清言死在你面前。慢着！你这是想通了？你确定只要我娶你，你就会放了沈清言，放过孩子？你放心，我绝不食言。2天后的订婚宴，我会让人把沈清言的名字换成你的。请问莫先生，您愿意娶沈小姐为妻吗？莫爷怎么不说话呀？难道他不想娶沈欢？莫爷看着很不高兴，他对婚礼似乎不太满意。他当然愿意，是吧，时君？他不愿意。他不愿意。不是中毒了吗？为什么会安然无恙的出现在这里？来人，快把沈清言给我抓起来！别让他破坏了我的婚礼！我看谁敢！快抓住沈清言！今天谁喊到我妈咪，我就让谁立刻下去！各位，我才是今天的新娘，沈欢就是个冒牌货。一场婚礼2个新娘，这么劲爆，看来明天的新闻头条要爆了。据我所知，沈欢是莫爷的未婚妻，那沈清言又是怎么回事？你再不来，我可要成沈欢的新郎了。你敢？沈清言，你这个狐狸精，我本来都要跟时君结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来勾引他？大家快来看，沈清言当众勾引别人的未婚夫，真是恬不知耻！当众和我的男人接吻，你还敢打我？你的男人？你要不要问问他，他承认你是他的女人吗？这个女人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嚣张？不过看起来莫爷好像很喜欢她。你看，她都靠在莫爷怀里了，莫爷都没推开。既然莫爷喜欢沈清言，那他为什么要向沈欢求婚？这不是在侮辱沈欢吗？各位，我要娶的本来就是沈清言，今天和沈欢订婚，是因为他给沈清言下毒，逼迫我娶她，才肯交出解药。还有这事？不仅如此，他还绑架了我的孩子，来威胁时君。每次花阿姨彻底把我们毒死了。什么？我说这时君怎么突然要娶沈欢？原来是这样。沈欢，你这个女人也太狠毒了吧！沈欢连别人的准老公都敢抢，还污蔑别人，真是坏透了。这种小门小户的人只会做些下三滥的事，快把沈欢赶出去，不配嫁给莫言。你们别听他胡说！
说我给他下毒，还绑架他的孩子，可他们明明好端端的站在这里，就是他欺骗大家的感情。沈清言，你既然已经中毒了，状态应该没这么好吧？你该不会在撒谎吧？你们是不是蠢？莫言都亲口说了，你们还敢质疑？沈欢，你千算万算，没想到我有一个孩子是绝世神医。你们，世君，我把孩子们都给你带过来了。你在哪找的孩子的？沈欢不是给他们下毒，把他们藏起来了吗？爹地，沈欢的毒对我和四宝没有，我们醒了之后就给师傅打电话，让他去接我们。难怪左良在我公司的时候突然跑了。也不知道沈清言什么时候醒过来。爹地，我可以把妈咪的毒解了。真的？妈咪，你醒了。清言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全身都疼？沈欢给你下了毒，是四宝救了你。沈欢给我下了毒，那个咖啡肯定就是他送的，可恶！妈咪，沈欢还利用你的生命威胁爹地娶她呢。阿宝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之前不是说过吗？我们在沈欢的一双鞋子里安了隐形录音器。宝贝们，你们可太棒了，妈咪都快成为你们的粉丝了。哦，对了，虽然我的毒解了，但是你还是得跟沈欢订婚。为什么？我一点不想跟那个女人扯上关系，我现在只想跟你结婚。订婚当天，很多上流社会的人都会来，这是揭穿沈欢的最佳时机。这个我明白，但我们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？我知道你不愿意，但是这是最快的办法了。好吧，依你。真乖。哎，我还在这儿呢，你们俩能不能注意点啊？谁管你的死活？沈欢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沈欢为了嫁给莫爷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。好可怕的女人，简直卑鄙无耻，恶毒至极！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做的天衣无缝，为什么还是失败了？沈欢，警察一会就来了，你可以去监狱陪你父母了。世君，当初我救你，是你承诺说要娶我，所以你现在食言，我才做了这么多的错事。救老大的根本不是你，而是沈清言。老大，你让我调查6年前你被救的事情，查出来了。这是那晚我和沈清言相遇的场景。原来那晚的男人真是他。林贵，你怎么有这些照片的？当年你在赤青山失踪，我们用无人机找你，拍下了很多照片。我昨天回家翻了一下，果然找到了你和沈清言小姐的。所以沈清言真是我要找的人。孩子也是我的。是的，老大。对了，还有李向云开车撞我，拿走亲子鉴定的事，也是沈欢指使。沈欢，有人举报你杀人未遂、虐待儿童，我们要正式依法逮捕你。走。不是我是被冤枉的，儿子才是你们要抓的。沈清言，这些人都跟我要还都死到临头了，还不知悔改？你现在应该操心的是我们的终身大事吧？我今天可不给你定亲啊！你都还没正式求婚。